美国的 F-14和 F-15都属于重型的第3代战斗机，但是从综合性能来看 ，F-15理论上讲要比 F-14强。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，理论上讲，这两款重型战斗机在空中交手的话 ，F-15的胜算要远远高于 F-14。观众朋友、网友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建少。在前一段时间呢，我曾经对我们国家金头盔的比赛呢做过一个评述，因为在近期的几场金头盔的这个模拟演练和对抗过程中呢，驾驶歼十 C 的飞行员呢获得了金头盔。那么在那期节目里呢，由于对歼十 C 呢做了比较多的评述，因此网上的一些网友呢，好像后来分成两派。那么到底是歼16好还是歼十 C 好啊？进行了一个争论。我觉得这种争论呢，没有必要，因为无论是歼十 C 还是歼16，他们都属于我们国家自行开发的3代半战斗机。我军的对抗演练啊，过去呢有同型机的对抗演练，也有异型机之间的对抗演练。你像早期我们用歼十 A、歼十1、歼轰7等等不同的机型，甚至呢，歼82这些第2代战斗机呢，都参加过类似的模拟对抗演练。这些大部分属于第3代的战斗机呢，可以说在对抗过程中互有胜负。那么作为3代半的战机，歼十 C 和歼十6，他们进行相应的模拟对抗，这也是合适的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的技术水平、性能水平相当。你用3代半和3代机进行对抗，或者是跟2代机进行对抗，那么他们获胜的可能性更大。那么为了摸清同代战机的综合作战能力以及相应的战法，因此让他们之间进行相应的对抗演练可能是更合适的。那么上一集呢，我们曾经谈到了歼十 C 它本身的特点，也由于采用了棒式进气道和一些引申的改进，它变成了一款半引申的战斗机。那么歼十6作为另外一款3代半战机，它的最大特点是什么？一个是探测距离比较远，因为它装了口径比较大的有源相控阵雷达。那么从理论上讲，口径越大，发射功率越大，探测距离就越准，在同等技术水平状态下是这么一个结果。那么歼十 C 呢，它的机头相对小一点，探测距离可能要近一点，但是由于它拥有了一定的半隐身能力，因此被敌方发现的概率呢有所降低。当然，歼十 C 在未来的作战中，它是和歼十6这款重型战斗机搭配使用的，不是对手，而是伙伴，就类似于美国的 F-16和 F-15这两款机型呢，形成了高低搭配的格局。那么我们过去的歼十 A 和歼十1也是这么一个格局。歼十6和美国的 F-15重型战斗机，它是属于一个量级的，而歼十 C 呢，可以说和美国的 F-16CD 的后期改进型是水平相当的。那么空战模拟其实啊，它受到的各种各样的条件因素的影响是比较大的，技术性能是一个方面，战术以及战法的采用是另外一个方面。我们空军的训练是要求飞行员能够充分发挥平台的性能，主要是以实战化为背景进行相应的演练，来找到战胜对手的方式和方法。美国的 F-14和 F-15都属于重型的第3代战斗机，但是从综合性能来看 ，F-15理论上讲要比 F-14强。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，理论上讲，这两款重型战斗机在空中交手的话 ，F-15的胜算要远远高于 F-14。但是在美国空军和美国海军早期搞的模拟对抗演练中，胜者不是 F-15，而是 F-14。那么最后败阵的美国空军总结了经验教训，他们认为在空战中啊 ，F-14把 F-15引诱到最不利的状态和它交手，从而呢 F-14充分发挥了自己的优势，而战胜了 F-15。正如美国空军所总结的经验教训中呢，我们可以看出来，实际上在这场模拟对抗中，战法非常重要。这样的情况实际是在历次的局部战争中呢，也多次的出现。比如说越南战争初期，美国的 F-4、F-104、F-105这些比较先进的第2代超音速战斗机，竟然打不过米格15这种第1代战斗机。为什么呢？他们的武器呢相对比较简单，就是靠航炮，而 F-4啊、F-105啊
F-104啊都能够挂载空导弹，但是当时的空导弹技术水平比较低。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一代机战胜二代机就成为了一个现实。最后，美国不得不采取其他的一些补救措施啊，最终呢才把这个局面呢扭转过来。从中呢我们可以看出来，飞机的技术性能很重要，但是你采取什么样的战术技术措施，什么样的战法更重要。通过这样的激烈的模拟对抗，最终呢达到提升我军各支航空兵部队综合作战能力这个目的。我想通过高强度的以实战化为背景的演练，我军的战机的技术水平会充分发挥，从中呢也可以找到最终能够战胜不同对手的相应的战术策略和战法。好，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